六代战斗机有何特点？为何说六代机成为了各国竞争的焦点？美中俄三国的六代机设计进度如何了？近日，网上有消息称，由于当今全球各国都加强了对五代机的研究，所以这也使得全球在五代机的发展上变得蒸蒸日上。而且据消息称，目前已经有多款先进的五代机正式服役，其中包括美国的 F-22、F-35、俄罗斯的苏57、中国的歼20等。并且按照国际战斗机发展的规律来看，当年四代机如 F-16、苏27大规模服役的时候，五代机的研制工作就已经开展了。而如今，随着全球先进的五代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服役，所以这也说明全球最新六代机的研制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而且据有关消息称，随着各国对先进战机的极大需求，这就使得已经有超过11个国家已经投入了对六代战机的研发，并且已经确定开始了六代机的研制。但是六代机不是说研制就可以研制的，因为其技术难度和所需的资源都要远远超过五代机，所以在六代机的研制上具有十分大的技术难度，需要攻关克服各样的技术难度，从而才有可能研制出六代机。那么全球目前六代机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有哪些国家，都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先看看何为六代机。所谓六代战机，通常是指人工智能控制的吸气式高超音速战斗机，而且现在各国都在研究原型机，并且第六代战斗机是一种许多大国都已经进入概念提案研制阶段的战斗机，其使用的是第六代航空发动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第五代战斗机相比，第六代战斗机最大的优势则是通过第六代航空发动机的机动性以及全翼声融合的大声阻比设计，使飞机在各种高度、各种姿态下的机动性和隐身性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兼顾。如果说第五代战机是基于信息系统，那么第六代战机则是基于物联网，这就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陆、海、空、天、电网的全网一体化，而且也实现了基于物联网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极大地提升了作战的能力和作战的效率，以便能取得最大的战斗胜利。而对于六代机的发展，美国算是处于领先地位，而且美国是世界上首个提出六代机计划的国家，并且早在10年前，美国空军就发布了下一代战机能力征询书，就开始了对六代战机的研发，且一直在探索与发展六代机。不过近日据消息称，美国正在同时研制2种六代机，而这和美国之前同时研制 F-22 和 F-35是如出一辙，所以美国是继续着这样的套路。而美国同时研发的2款六代机为 NGAD 和 PCA 战机，据悉其中的 NGAD 战机是美国海军正在进行研发的一款六代机，而在研制成功后将会被用来替代 F-35 和 F-18 系列战机，因为这个型号的六代机将会是一款舰载六代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为 NGAD 战机的研制投入了将近900多亿美元，而且预计最快会在2030年左右问世。而美国的另一款六代机名为 PCA， 而这款六代机的研制就是为了替换 F-22 战机才研制的，也是一款专门用于空中任务的六代机，其服役的时间同样是在2030年左右。而美国的 PCA 战机相对于 NGDA 战机，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PCA 战机的整体战力更为强大，而且不仅是航程更远、体积更大，装备也更为丰富。因此这款 PCA 战机在未来还可以辅助美国下一代轰炸机共同行动，这对于美国的战略计划部署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而相较于美国，中国六代战机虽然没有美国研制的早，但是却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且中国在六代战机的研发上走的是和美国完全不同的路线，则是根据航空工业的发展，提出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原则，从而以此来加快中国六代战机的发展，并且也将会取得较大的突破。虽然在新一款隐形战机的研发上，美国依旧占据着领先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近些年不断的发展与创新，加上不断的取得突破，实际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已经进一步的缩小，可以说是紧随其后，不甘落后。
虽然中国第6代机的研发时间比美国落后许多，现在的中国很有可能后来居上，甚至有可能会比美国率先研制出来。就算是比美国慢，但肯定也不会落后太多。未来的中国在空军的发展上完全是可以期待的，甚至有专家说，中国在第6代战机的发展上可能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1个装备第6代战机的国家。而且由于中国此前在歼20战斗机的外形设计上获得国际社会的设计金奖，所以在先进战斗机的研发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并且中国歼20战斗机在隐身的能力上也得到了很显著的提高，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也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在研制新一款战斗机的机型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同时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关于中国歼20为何有这么优秀的隐身性能，这就在于它的机身应用了基于超材料技术制造的隐身薄膜，而这是美国6代机才计划使用的隐身材料。中国在此材料上就领先美国1代，中国在6代战机的研发上将有可能会超越美国。那么中国的隐身薄膜技术是怎样的？据悉，中国应用在歼20机身的隐身薄膜是由只有2毫米的超材料所构成的人工微结构，而这人工微结构的大小、形状、线路都需要有超材料设计制造的核心技术的支持，才能通过排列组织这些微结构来实现隐形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经建成全球第1条超材料生产线，而且在材料隐身薄膜的制造上更是实现了批量生产应用。因此，中国在隐身薄膜这项技术上更加领先于全球。虽然在新一款隐形战机的研发上，美国依旧占据着领先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国提出智能为王 3.0 时代，并已经朝着努力，中国的6代战机也在研发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更大的突破。而就在美国和中国进行6代机的研制，俄罗斯的6代机也有了进展。据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的6代机的研制工作早在2016年正式开始，预计将在2025年进行试飞。而此前，俄罗斯在5代机的发展上也是一下子拿出了2款5代机，苏57和苏75战机。有消息称，俄罗斯的米高扬和苏霍伊2家公司将共同合作，并在苏57战机的基础上一起研发新型的6代机，并且暂时命名为 T60。 所以对于6代机的研制，俄罗斯也是不甘落后。而除了中美俄3国在6代机的发展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而且还有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印度、英国、瑞典、意大利等8个国家的6代机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并且也将持续进行6代机的发展。而还有像伊朗、韩国等多国家也将加入6代机的研制中。所以关于6代机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也越来越好看了。未来空战谁主沉浮，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